特朗普刚刚任命了他第二个任期的这个国防部长。不过，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这并不是某一个退役的将军，或者是在军中在国家安全领域非常有资深的这个经验的这么一个人，反倒是福克斯新闻网的一个电视台的一个记者，一个主持人。当然，他这个人并不是完全没有军队服役的背景甚至我们用战功卓著这4个字来形容他也不算过分，因为他3次被派往例如阿富汗或者是伊拉克这种战场，然后也获得了比如说铜星勋章2枚跟这个战斗步兵徽章1枚。这个人他毕业于藤校，先后从这个普林斯顿大学跟哈佛大学毕业，然后之后又做主持人，又出畅销书，妥妥的算是一个人生赢家，没有问题。只不过呢，他最高只做到了这个国民警卫队的一个少校，这个军衔一个退役的少校跟现任国防部长退役世星将军，从军衔上比起来的话，的确是相差甚远甚至可以说这2个差距不是一个级别的不是一般的大。难怪会有很多网友质疑说特朗普你这一次是不是看走眼了？你是不是选错人了？这么年轻、资历这么浅的一个人，他真的能够胜任国防部长这么重要的一个职位吗？其实这并不是特朗普第一次尝试想要任命这位老兄，因为在2016年特朗普第一个任期的时候，皮特他就曾经入伍了退伍军人事务部的这个部长的一个面试，直接去到了最后一轮。当然8年前他才36岁的年纪，的确是很年轻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也包括一些其他的原因，围绕着这个退伍军人事务部非常复杂的一些利益冲突，或者是其他的利益集团不希望这个人来侵犯他们的领域什么之类的，其他的一些比较复杂的因素，最终虽然皮特并没有得到退伍军人事务部部长的这么一个职位，但的确说明老川一直把这个年轻人放在他自己考察的范围里面，也说明他对于这个皮特的任命肯定不是心血来潮从就是他的任命从相关的一些新闻报道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特朗普目前对于军队对于国防部的一个想法比较显而易见的，就是关键词就是反对觉醒病毒，反对 DEI 这些极左思潮所以特朗普我觉得他一个非常显而易见的一个想法，就是希望能够对这些极左思潮下手，去清除这些毒素的影响。他甚至打算成立一个专门的一个委员会，对这些目前极力迎合觉醒文化跟种族批判理论的这些将领进行逐一的甄别跟筛选。整个感觉非常像当年马斯克买下推特了以后对公司所有员工，尤其是那些有言论审查历史的那些人进行了一个处理的这么一个过程。事实上呢，这位皮特他也的确是目前在美国比较少的这么几位对于军队目前遭受的觉醒病毒跟政治正确毒害这种苦处相当了解，有非常清醒的认识，然后有非常深刻跟系统性的反思，也知道应该怎么样去做才能够采取措施消除这些毒素的影响，然后使军队回到打赢战争这个核心正轨上来的少数的这么几个有识之士。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会回想起当年万斯他也是专门出书就是反思美国铁锈带居民的遭受的这各种苦处。然后当年特朗普选择万斯做他的这个副总统搭档的这个竞选人的时候，很多人也是非常不看好他这个选择。不过看起来后来万斯的表现也是超出了很多人的这个预期。There's a chance to course correct it, but it would take the new Trump administration going after it really hard. How would they correct it? Well, first of all, you got to fire. You got to fire the chairman of the Joint Chiefs, and you got to fire this. I mean, obviously, you're going to bring in a new Secretary of Defense, but any general that was involved, general, admiral, whatever that was involved in any of the DEI woke shit, has got to go. Either you're in for war fighting, and that's it. And that's the only litmus test we care about. You got to get DEI and CRT out of military academies, so you're not training young officers to be baptized in this type of thinking. And then, whatever the standards, whatever the
combat standards were, say, in, I don't know, 1995. Let's just make those the standards. And as far as recruiting, to hire the guy that, did Top Gun Maverick and create some real ads that motivate people to want to serve. And there's lots of other ways in which you could identify who gets promoted and what, but there's an ethos change. I mean, there's a reason people don't want to serve, because they don't trust that their senior leaders are going to have their best interest in mind in combat. I know there were mistakes made on our tours all over the place, but I, at least for the most part, had a sense that my senior leaders were committed to the completion of the mission for the right reasons. And maybe there were strategic differences and all that other stuff, and it wasn't always perfect, but that trust is broken, and you have to reestablish that trust by putting in no-nonsense warfighters in those positions who aren't going to cater to the socially correct garbage. 当然呢，要想找一个人对于军中现有的这些毒素进行清除，这么一个清洁工的工作的话，很明显，这个人除了要对于整件事情有清楚的认知，知道应该怎么去动手之外，还不能够跟军中现有的人士有很多的勾连。因为如果你可以想象，一个现在军阶特别高的一个人，大概率会是一个老油条。大概率他会跟不同的这个军中的这个人啊、事啊、一些现有的这个体系有很多的说不清的一些勾连跟妥协，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皮特他实际上是当年是被迫退役的回想起来，在2001年，可以想见那时候911，他因为这个目睹了这个事件以后就是参军，想要打击恐怖分子跟宗教极端分子。但是让人讽刺的是，20年以后，因为他的这个十字架，因为他的这个宗教的一些纹身，也因为他公开对特朗普表示支持，所以当年不允许他去参加华盛顿这个针对当年这个拜登上台以后针对华盛顿白宫的保卫警戒工作所以被军队贴上了这么一个白人民族主义者跟极端分子的标签，后来不得不退役。所以从这个经历来看我们也觉得老川选择皮特这个人也的确是有他的独到之处，因为很明显这个人是不受军中的这个现有的这些将领或者是现有的这些既得利益集团待见的，刚好这个人就可以非常果断的去做这种清除的工作。当然后续这个清除工作完成以后，会不会老川另有安排，我们到时候再拭目以待。对于特朗普目前刚刚赢得大选，然后哪怕是很多媒体左派的一些媒体骂他可能要独裁呀，很多人骂他这个动作可能是要清洗军队可能是找一些忠诚他的人去占领军队的重要岗位，哪怕是宁愿背负这些骂名特朗普也要对这个军队动刀子，刮骨疗伤，刮骨这个清毒。所以可以想见，是不是这个事情就是极左思潮对于美国军队的影响已经到了病入膏肓非常严重的地步了呢？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在目前这么一个情境底下，就是传统上美国军事科技一向对于中国存在着碾压级就是有代际领先优势这么一个传统上很多人在心目当中一直存在的一个情境，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目前美军其实已经面临着来自于中国非常全面而且重大的挑战。在这么一个情况底下，如果美国国防部依然把 DEI 列为优先事项，而且在上面放置大量的资源，那的确会是一个非常有问题的一个情况。哪怕是我们这种不是专业的这个政治评论员，也不是专业的这个军事评论员，我们也可以想象，在美国的各个军种当中编列多个 DEI 的高级高薪职位，然后编列大量的资金预算来支持 DEI 专项活动，这种做法很明显是有问题的。所以其实哪怕美国共和党他没有执政的时候国会里面的共和党议员也一直在质疑这个拜登政府所谓要把 DEI 立场跟多元化战略对国家的安全至关重要的这么一种说法他们也尝试想要就是冻结跟 DEI 相关的一些招聘以及预算的一些计划。不过呢可以想象这种活动呢其实起到的效果不会特别的好。比如我们可以在这个视频当中看到
刚刚被特朗普任命为司法部长的跟这个总检察长的这个国会议员马特盖茨，他就曾经尝试了在国会听证会上公开质询现在的国防部长这个奥斯汀以及非常著名的这个米利将军哈。In my previous discussions with service members and particularly officers, I would hear about complaints over parts not arriving on time, long deployments, and in my more recent discussions with those officers, the number one issue that they raised to me with concern, often unable to speak publicly for fear of the type of retribution that Lieutenant Colonel Lohmeyer faced, they say that your stand down regarding extremism did not help our military, it hurt the military. And I want to share with you that perspective, that it caused service members to otherize one another, it impaired group cohesion, and interesting to me is that I've heard those sentiments most frequently from units that are majority minority, that this was not particularly helpful. So I wanted to give you the opportunity to maybe share with us more specificity regarding the definitions that seem to be a challenge when Ms. Hartzler was asking questions. How should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think about critical race theory? Could I make a comment, America? What caused that? I want to find that out. I want to maintain an open mind here, and I do want to analyze it. It's important that we understand that because our soldiers, sailors, airmen, Marines, and Guardians, they come from the American people. So it is important that the leaders, now and in the future, do understand it. I've read Mao Zedong. I've read Karl Marx. I've read Lenin. That doesn't make me a communist. So what is wrong with understanding, having some situational understanding? 不过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这种国会的公开质询并不是特别有效果，因为你看到米利将军这些人，他们大权在握，有民主党这个政府在后面撑腰，他们理直气壮的回怼。所以不是共和党执政的话，实际上并不太能够对于军中盛行的这些极左的思潮有任何的办法可以去清除，也不要想到就是可能能够逆转这种趋势。当然呢，最多的话，可能因为会多少感受到一些来自于外界的批评跟质疑，所以军队里面搞的这些极左的这些动作呢，只会换一个这个名目比如说西点军校，他就会把他自己的这个 DEI 的这么所谓多样性、包容性跟平等机会的这么一个办公室，它更名成参与跟保留办公室，玩一个这个掩耳盗铃、这个换汤不换药的这么一个游戏。来掩盖在军中其实在推进的这么一个极左的非常激进的 DEI 的一个议程，所以这就是美国军队现在的这么一个状况，这也就是为什么特朗普上台以后他不得不对于军中进行大手术的这么一个原因。那在视频的下面这个部分的话，我会基于皮特撰写的这本《勇士之战》书里面的描述，来跟大家聊一聊为什么觉醒文化跟 DEI 政策在军队不但行不通，而且可能会出大问题的一些原因吧。首先的话，我们皮特实际上他讲述了就是算是一个常识，就是军队尤其是在战场这么一个环境底下，有时候会非常的恶劣。不但就是面临生死的考验，然后各种就是正常的餐饮或者是各种医疗都不能够保障的情况底下，很多时候士兵为了适应这个特殊的战场环境，他不得不放弃一些非常特殊的个人的要求，比如说他不能够佩戴自己的这个一直惯常戴习惯的民用的眼镜他哪怕是有过敏症，他也不能够服用过敏的药物甚至有时候不得不提前把自己可能会有问题的牙齿提前拔掉，免得到时候在战场上牙痛又没有牙医的时候会影响作战的表现。所以一个这个士兵他参军所以一个士兵他参军他上战场的时候实际上是要做很多牺牲的。但是如果要在军队当中推行多元化跟这个包容性这种 DEI 政策的话，其结果就是要允许这些比较特别的一些性少数群体、跨性别者他们去参军上战场。问题是这个特殊的群体他需要依赖比较有规律性的一些药物跟激素来维持他的这个荷尔蒙，然后这个要求
可能在平时和平的环境，在工作环境没问题，但是如果在战争的这个环境底下，就是特别奢侈，难以保障。所以另外一个比较常见就是，如果说在一个工作环境，在一个办公室里面，你可以要求说我是跨性别人士，我有100种性别，所以我可以有各种不同的代词，我可以有要求你用我的这个特别女性化的名字来称呼我，这些都没有问题。但是在战争的环境底下，要讲究高效不出错，然后要特别快捷的这个军事化沟通跟交流的过程当中，你其实这个分分钟都可能是生死存亡的时候，你还要求这么特别复杂的100种不同的性别，你还要特别适应特别复杂的这个代词体系，分分钟如果我叫错了你的名字，或者我叫错了你的这个这个称呼，或者用错了代词的时候，然后这个如果某一位这个跨性别的人士还特别敏感，当我称呼错的时候，你情绪崩溃，要爆发，要投诉，这个就特别难搞，对不对？而且另外提到一点就是皮特，当然我们都对于女性没有任何的歧视，我们也倡导男女平等，但是不可否认的就是男性跟女性在生理上是存在显而易见的区别的。所以如果 DEI 政策要求在美国军队当中有更多的女兵，甚至一线的战斗部队也不能够例外的话，这种情况就会导致很多问题。比如说在这个书当中提到这个陆军的空降学校为例哈，因为越来越多女兵了嘛，然后女性可能爱干净，然后爱洗澡，因为这个习惯，他们就不得不取消了长期以来的这个每天5英里跑步的这么一个训练的这个议程。另外的话呢，也因为可能大家其他的一些习惯，他也取消了徒步去这个飞机场坐飞机跳伞的这么一个习惯，改为乘坐巴士。然后也因为的确很多时候女性她的这个身体机能未必能够完全达到男性的这么一个标准，所以为了适应女性的这个新的这么一个情况，也为了让更多的女兵能够达标，然后让部队里面有更多的女性的这个兵员，所以就不得不降低了训练的标准，然后甚至也为此不得不降低了入伍的体能跟文化程度方面的一些要求。那这样的话就变成说会给美国军队将来的整个兵员的素质各方面作战能力作战潜能各方面会带来难以就是衡量的一些损失。其实呢，我相信很多人之所以会支持在军队当中推行 DEI 政策，他们一个常见的逻辑就是这个政策能够吸引更多的人，包括女性，包括性少数群体来参军，然后也能够促进大家就是不同群体之间的互相理解跟包容融合。这也就是所谓的左派经常喊的一个口号，多样性是我们的优势我相信这种逻辑呢，也在美军的这个征兵广告当中体现得淋漓尽致。This is the story of a soldier who operates your nation's Patriot missile defense systems. It begins in California, with a little girl raised by 2 moms. Although I had a fairly typical childhood, took ballet, played violin, I also marched for equality. I like to think I've been defending freedom from an early age. When I was 6 years old, one of my moms had an accident that left her paralyzed. Doctors said she might never walk again. But she tapped into my family's pride to get back on her feet, eventually standing at the altar to marry my other mom. With such powerful role models, I finished high school at the top of my class, and then attended UC Davis, where I joined a sorority full of other strong women. But as graduation approached, I began feeling like I'd been handed so much in life, a sorority girl stereotype. Sure, I'd spent my life around inspiring women, but what had I really achieved on my own? One of my sorority sisters was studying abroad in Italy. Another was climbing Mount Everest. I needed my own adventures.
my own challenge. And after meeting with an Army recruiter, I found it. A way to prove my inner strength and maybe shatter some stereotypes along the way. I'm U.S. Army Corporal Emma Malone Lord, and I answered my calling. 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这个征兵广告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就是不再是常见的一些对于责任啊，对于这个力量，对于这个各方面的一些强调，反倒是现在变成是对于一个多样化、一个女性的这个士兵，然后有2个妈妈的一个家庭，然后用了很多的篇幅来强调就是这种多样性。然后跟我们理解当中的这个传统的这个征兵广告有非常大的不一样。然后事实上呢，当时是从奥巴马那个年代开始，就正式开启了是否允许跨性别人士参军的这么一个研究。当然，研究的结果是，就是如果一个士兵做完变性手术，他有238天不能够训练，不能够上战场。所以因为这个原因，当时特朗普看到这个研究结果以后，就发布命令说禁止跨性别人士参军服役。不过很可惜，后来这个拜登上台，他又把这个命令撤销掉，变成是走得更远，就是允许军队提供免费的变性手术，以及后续的包括就是嗓音啊，包括面部、身体轮廓啊、胸部各方面的后续手术，以及生殖器各方面的后续的系列的这个手术的需要都会全部被军队覆盖，甚至这个福利还提供给了就是退役的军人，所以他们走得非常的远。当然这个政策出台以后，免费变性手术这个事情呢，其实最终吸引到的是那些想要搭便车做免费手术的这些跨性别人士，而不是真正想要就是参军报效祖国的这些热血青年。而这些跨性别人士参军以后的实际情况就是没过多久只要入伍，没过多久就可以免费做这个变性的手术。然后因为做了这个手术，他这个身体需要休息，所以他1年之内都不能够参加任何的训练，也不可能上战场，对不对？后续也不可能被派遣去任何比如说伊拉克、阿富汗这些落后国家，因为得不到就是固定的药物跟技术方面的一些补给，所以变成一个实际的情况就是他们这些人的整个的军旅生涯，除了就是最开始入伍那一段时间之外，基本上不太可能有任何一天上战场分担他的这个战友的一些压力也不可能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伙伴。他们除了可能会挑剔别人叫错了他的新名字，或者是叫错了他的代词之外，基本上这个特殊的群体不太可能因为他们的存在让军队当中的其他的这个同袍他的战友对于 LGBTQ 这个群体有更多的理解和包容，反倒因为他们的特殊的待遇会反倒有可能因为他们的特殊待遇会激化这个矛盾和冲突。更不要说后续当他们退伍了以后，这个退伍军人事务部可能要持续不断的要花费很多的钱去负担他们变性之后的所有的这个药物激素的费用，所以这是一个很沉重的负担。所以看到 Peter 就是说，哇，你看看美国军队多么先进，我们让这个跨性别人士入伍，我们多么厉害，我们道德上有多么有优越感，所以你要小心了，中国人，对不对？用这个道德优越感能够打死你们。也正是因为这些多样性变成了是美国军队目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所以他们的注意力会被转移，所以他们的优先级会被打乱，所以没那么称职的一些将领，因为他们这个配额有机会走上了领导岗位，最终必然会出现类似于美军在阿富汗撤退的这种大溃败，赤裸裸的暴露在全世界人民的面前，也包括俄罗斯看到了美军的这个溃败以后，才有信心出兵，就是进攻乌克兰。而且你可以到目前为止看到，没有任何一个美军将领，没有任何一个国防部的这个高级官员为这件事情负责。所以不难想象，就是为什么美国人对于军队的信心现在是降低到了20年以来的最低点。对，而且说实话，你当时说好的这个 DEI 的政策跟多样化的努力，你应该招募到更多的人愿意加入美军来为国家这个服务，对不对？但
像刚才说的，这个你推出来的这一系列政策，其实只是吸引了那些想要搭便车的、做变性手术的那些人。那些人毕竟是极少数嘛，反倒因为这些越来越猖獗、越来越盛行的觉醒文化跟政治正确让那些真正有志于军旅生涯的美国的这些热血青年，他们望而却步。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入伍的人数显著下降了35%到40%，而且每一年的征兵的目标都不得不一再下调，否则的话必定会是年年的征兵都不能够达标。所以视频的最后，我们来到了一个灵魂拷问，就是虽然现在美国人民做出了正确的选择，特朗普上台有机会拨乱反正，但是如果再过10年以后，民主党又有机会上台执政的话，他会不会把老川现在对军队做的这个刮骨疗伤、刮骨去毒的这么一个手术，又再来一个180度的翻转呢？其实我觉得很有可能。那到底什么时候美国人才会真正想明白这个事情呢？我觉得我跟 Peter 的想法是一致的，就是说，只有当美国人民亲眼目睹了他们心目当中曾经一度一直是永远也以为，只有当美国人民亲眼目睹了他们心目当中以为永远都会是天下无敌、战无不胜的美国大兵，被现在由高科技武装到牙齿的中国军队在战场上爆锤以后，到那个时候，也许他们会真正醒悟过来，会了解到就是这种极左的思潮对于军队的毒害到底会有多么的严重。毕竟中国人在几十年前曾经非常深刻的体会到这个痛楚所以真的不太希望美国人真的要用大兵的这个生命才能够领悟到这个显而易见的一个道理。这里是艾森的频道，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视频如果您觉得我的分享对您有帮助的话，请记得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祝您有心情愉悦的一天，谢谢。